Hello， 欢迎收听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？就是开到一个不熟的地方，肚子又饿，想找个餐厅，可是条件又很多。像是就是要评价好嘛，然后最好要有停车位啊，可能又刚好想吃个什么泰式料理之类的，光想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大？真的，或者那个导航啊，永远只会讲前方500公尺右转。对，那个500公尺到底是多远啦？每次不是太早转，就是开过头。没错，真的是很多开车的人，或者像我这种路痴的痛点哦，会觉得科技很方便，但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不够人性化。就是说嘛，不过现在这个人工智慧就是 AI 啦，好像真的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咯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深入聊一下 Google 最新的那个 AI 大脑叫做 Gemini 的，是怎么跟我们几乎天天在用的 Google 地图合体的。Gemini 跟 Google Maps 的整合这个题目最近蛮热门的。为了今天这个讨论我们也真的看了不少东西。对，有哪些啊？有那种给工程师看的开发者文件，然后也有比较深入的技术部落格分析，各家媒体报道当然也没少，甚至还去看了一些使用者跟开发者他们实际用过之后，在网络论坛上，像是 PTT 或者国外 Reddit 分享的心得。哇，那等于是官方说法跟实际民意都有看到对啊，就是尽量想看得全面一点嘛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你厘清这个听起来有点专业的名词，叫做类用 Google 地图建立基准 （Grounding with Google Maps）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背后是怎么运作的？然后对像你这样的一般使用者，或者说如果你是开发 App 的工程师，这会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？那当然可能有哪些限制或是挑战，也要一起来看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。OK， 那先来吧。这个核心概念，利用 Google 地图建立基准。白话一点讲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Google 给了 Gemini 这个 AI 一把钥匙。钥匙？开什么的钥匙？开往 Google 地图那个超级庞大资料库的钥匙。里面有多少地点资讯？官方说是超过2亿5千万而且是持续在更新的。哇，2亿5千万，那跟以前的 AI 差在哪里？以前 AI 不是也能回答地点问题吗？可以，但是以前的 AI 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，叫做幻觉，就是 hallucination。幻觉 ？AI 会看到不存在的东西？差不多意思啦，就是它可能会很肯定的告诉你错误的资讯，或者更扯的是，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店家或地点。哇塞，那不是很糗？就像一个装懂的导游一样。对，但现在透过这个建立基准的机制 ，Gemini 等于是被要求，回答问题前先去 Google 地图查证一下。所以不能乱讲话了。至少理论上错误会大幅减少。它就像换上了一个比较内行的智慧导游，回答会更有根据、更精准。我看像 ET Today 他们的报道也是用了智慧导游这个比喻。所以这个建立基准很重要没错，而且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 AI 不再只是理解文字了，它开始能够理解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，就是空间地点时间距离这些概念。听起来蛮厉害的。所以 Google 也特别强调，他们要提供的是可验证回复。可验证回复？对，就是说 AI 给你的答案很多时候会附一个连结，你可以自己点进去看 Google 地图上的原始资料，像是营业时间评价分数地址等等，这样可信度就高很多了嘛，你不用再猜 AI 是不是又在乱掰。这点蛮重要的，资讯要能查证。对，这个在他们官方的开发者文件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好，那实际用起来呢，对我们这种一般使用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用更像跟人讲话的方式来问问题了。比如说你可以直接问，帮我找一下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开比较晚、气氛又还不错的咖啡店这个问题好像蛮自然的。或者更复杂一点，我想规划一个周末去台北玩2天1夜，要有适合带小孩去的活动，也要有好吃的。哇，这个条件很多甚至还可以这样问，
帮我找找看，评价4颗星以上，然后要有素食选项，走路15分钟内可以到的巴基斯坦餐厅。哎，这个以前用 Google 搜寻可能要分好几次下关键字吧？对啊，你看刚刚那个问题，包含了地点、附件、类型、咖啡厅、时间开比较晚、氛围不错，还有评价、餐饮类型、素食、交通方式、走路、时间限制15分钟内，超多条件的。以前的搜寻引擎或 AI 可能就卡住了，或者要你问得很精确。但现在 Gemini 就能试着去理解你整个需求，然后直接去地图资料库捞资料。对，捞资料，可能还帮你整合一下路线，甚至生一个看起来还蛮像样的行程建议给你。我看 Google 他们自己有放影片展示，说开发者在一个叫 AI Studio 的工具里，好像不用写很多 code， 大概1分多钟就可以弄出一个简单的 AI 餐厅搜寻器。哇，1分钟？那听起来门槛降低很多耶。对开发者来说 ，Google 确实是想让这个整合过程变简单啦。他们提供了一个叫做 Google Maps 的工具，就在 Gemini API 里面。所以开发者只要把它打开，对，基本上启用它之后 ，AI 如果侦测到使用者问的问题跟地点有关，它就会自动去呼叫地图的资料来帮忙回答。开发者还可以给它一些额外的资讯。像是比如说你现在的 GPS 位置就经纬度，这样推荐会更个人化嘛？或者可以要求 AI 生成那种互动式的小卡片，直接显示店家的资讯在地图上。哦，听起来很方便。那这些免费的嘛，给开发者用的话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这个 API 服务它过了那个免费试用的额度之后是要收费的。要钱哦？大概多少啊？官方文件是写大概是每成功呼叫地图资料1000次，收费$25。哦，1000次$25。那如果用量大的话，也是一笔费用哎。对啊，所以对开发者来说，成本是要考虑的。这跟我们一般用免费的 Gemini App 不太一样。当然了 ，Google 也有提供像 Python 啊、JavaScript 这些语言的范例程式码，让开发者比较好上手。了解，所以功能很强，但对开发者来说，成本跟怎么用那个 API 是要注意的地方。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般使用者最有感的部分了，就是地图体验的升级。第一个叫做地标式导航。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超讨厌听到导航说前方500公尺右转？哈哈，真的，那个距离感每个人的判断差很多，而且路况一直在变，光靠那个数字有时候真的很难抓哎。对嘛？结果现在不一样了嘛？Google 说，因为 Gemini 现在可以结合地图上那2亿多个地点资料，还有街景影像，所以导航可以更像真人指路。真人指路，像计程车司机那样？有点像，例如他可能会说，看到前面那个红色的泰式写罗餐厅招牌之后，再右转。用店家当标的物，这样就直观多了耶。对啊，而且快到那个地标的时候，地图上还会特别标示出来，让你比较好认。我看像 BNext 啊、iPhone 这些科技媒体都有特别提到这个改变。这个我喜欢。不过这背后其实AI 要做蛮多事的，它要分析街景画面，然后跟资料库里面的店家、建筑物去做比对。听起来简单，但要大规模又准确，其实不简单。也是那这个功能台湾有了吗？这个嘛，根据我们看到的报道，像是 ArchWeb 跟 iPhone 都有提到，这个地标式导航目前好像是先在美国推出啊，可惜。好吧，希望之后台湾也会有。可以期待一下。那再来一个听起来也很酷的，叫做对话式驾驶体验。Google 形容说，这就像是请了一个全知副驾驶坐在旁边。对，全知副驾驶这个形容蛮有趣的，意思就是你可以全程用讲的，下一些比较复杂多步骤的指令，手都不用离开方向盘。有多复杂？比如说你开车开到一半，可以直接问嘿 Google 帮我找一下，沿着我现在这条路继续开，有没有那种评价不错、有素食，然后又方便停车的餐厅？哇，这指令包含了路线、沿路、评价不错、餐饮、素食，还有设施停车。对啊，然后 Gemini 就会去搜寻，回报几个选项给你。如果你听了觉得第一个不错，你可以直接说好，那就导航去第一家。然后他就自己改路线了。对，
甚至你还可以叫他帮你把等下吃饭的约会时间加到你的行事历里面，或者问一下昨天晚上的棒球比赛结果是什么。整个过程你都不用分心去看手机荧幕或用手操作。哇塞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感觉开车可以更专心了。这就是目标了。它展现了 Gemini 理解比较复杂的语义，还有在不同 App 之间协作的能力。当然，最终还是为了提升驾驶安全，还有让互动更自然。那 AI 会不会乱推荐呢？万一它推荐一家很雷的餐厅怎么办？哈哈，这也是大家会担心的。不过 Google 的说法是，因为这些回答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地图数据上，所以那种乱掰的状况会比以前少很多。我看 Archweb 的文章也有提到，就是强调那个 grounding 的重要性。听起来好像有道理。好，再来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超贴心的，叫做主动式交通警示。主动式。对，特别适合那种每天开车上下班的通勤族。就算你没有开导航只要你正在开车， Google 地图也会在背景默默的帮你监测你常走的那几条路。所以他会知道我常走哪里。对呀，如果他发现你前面可能有车祸，在修路或者突然变大塞车，他会主动跳出通知提醒你。哇，那就可以提早绕路了耶。没错，避免卡在车阵里面动弹不得，浪费时间。这个感觉很实用诶。这可以算是某种预测性或是环境智能的体现哈。地图不再只是等你问，它开始主动预判你的需求了。对，不过这个功能也是美国先开始。对，被你猜到了。根据 BNext 跟 iPhone 的报道，一样是美国先开始，而且好像 Android 手机会比 iOS 先用到。好吧，看来我们都要再等等了。最后一个地图新体验叫做强化版智慧镜头，这个也很有趣。智慧镜头就是 Google Lens 那个功能吗？对，就是地图搜寻框旁边那个相机图示。想象一下你走到一个陌生地方，看到一栋建筑或是一家店，感觉很有趣，想马上知道它是干嘛的。现在你只要把手机镜头对准它，透过那个智慧镜头辨识出来之后，你可以直接问 Gemini 问题。为什么问题？比如说，这家店有什么招牌菜吗？或是他们下午茶时段人会不会很多啊？所以是 Lens 辨识 plus Gemini 回答。对， Gemini 会结合地图上的评论啊、营业资讯啊这些，给你一个 AI 生成的摘要，感觉就像带了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在地向导在身边一样。这个应用场景感觉蛮多的，去旅游的时候应该超好用。对啊，这个功能我看 BNext 和 iPhone 的消息是说，预计这个月只报道当时，稍晚会在美国的 Android 和 iOS 上线。好，又是一个美国限定，看来很多好东西都要先等美国使用的体验完。哈哈，好像常常是这样。好啦，刚刚讲了这么多很炫的新功能，听起来真的让地图变超聪明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新科技嘛，通常理想很美好，但实际用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如预期的地方。对，一定会有使用者跟开发者实际的心声嘛。我们在那个 user.today 上面看到有开发者开玩笑说，我串了10几年的 Google Maps API， 结果现在输给一句 Gemini 的附近午餐吃什么。这句话是不是蛮传神的？哈哈，真的蛮传神的。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一个重点，就是对于某些相对比较直接的需求，像是找附近礼拜天有开的咖啡厅，顺便告诉我走路要多久。现在透过 Gemini API， 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指令，就是 prompt 就能搞定了。这跟以前比起来，以前可能要串接好几个不同的 API， 还要自己写程式去处理回来的资料。那现在无疑是简单多了。对，感觉省了很多工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抱怨，或是一些大家比较担心的点？那肯定有的。我们从一些使用者回馈跟开发者的分享，也整理出几个大家比较在意的问题点。说来听听。第一个就是刚刚稍微提过的成本问题啊，那个 API 的费用。对开发者来说 ，API 超过免费额度就是要收钱的嘛，大概$251000次查询。而且 User Today 上面有分析提到 ，Google Maps 前阵子调整了计价方式，
把以前那个通用的每月$200免费额度取消了，改成每个服务有各自的免费额度。这样有什么影响？这对那种很重度依赖某个特定 API 的开发者来说，费用可能反而会增加。这倒是，成本很重要。还有呢？再来是准确性跟限制啊。虽然说目标是减少 AI 乱讲话，但还是有人回报说 AI 有时候会推荐那种已经歇业的店家。啊，那不就白跑一趟？对啊，或者是有时候你要很明确的跟他说，他才会告诉你店家有多远。而且这个功能其实非常依赖店家自己有没有去 Google 商家档案好好登录跟更新资料。哦，所以如果店家没登录 ，AI 就找不到了。对，很多那种可能只用脸书或 IG 经营的小吃摊呐、特色小店呐、可能就搜寻不到了。这也是一个限制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对台湾使用者来说蛮实际的，就是语言问题。语言？有台湾的使用者在 User Today 上分享经验说，他明明已经指定要繁体中文回复了，但 Gemini 有时候还是会回他英文或是简体中文。哈，这样感觉不太好诶。有时候看简体字会有一点不习惯，甚至可能看不懂某些用语。对啊，这不止影响体验，有时候可能真的会造成误解或困扰。这个问题 Google 可能要修正一下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一些功能细节上的差异。比方说，虽然 AI 能提供评论资讯，但可能只是给你星星数跟评论有几则，而不是像有些人期待的，可以给一个深入分析评论内容的 AI 摘要。哦，就是摘要功能还没那么强。然后 User Today 也观察到一些比较酷炫的地图小工具样式，像是可以直接显示评论摘要或是店家照片的那种，好像目前也是美国限定。又是美国限定。好吧。另外虽然这个跟地图整合不完全一样，但我们也稍微看了一下国外 Reddit 上面一些关于 Gemini Live， 就是那个语音即时对话功能的讨论。他们反应怎么样？使用者普遍是称赞说反应速度很快，很低延迟，但是也蛮多人提到说会遇到对话讲到一半突然断掉，或是 AI 听错指令，甚至卡住没反应的状况。稳定性问题。对，这可能也暗示说，如果要把这种语音互动用在像开车这种需要稳定性的地图场景，那稳定度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。确实，开车的时候如果 AI 突然宕机或乱讲，那还蛮危险的。没错。最后一点虽然前面说开发者用起来好像变简单了，但这个简单的背后好像也没那么简单。怎么说？ User Today 上面有分享 Google 官方范例程式码里面的一部分提示语，就是 prompt 给你看。你会发现，哇，那个指令其实写的超级无敌详细，要定义 AI 的角色是什么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如果遇到错误要怎么回应等等。哇，要写这么多哦。对，这就是现在很红的那个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， 基本上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很精确的去教 AI， 引导 AI 去做你想让它做的事。所以要把这个地图整合功能真正用好，开发者其实还是得花不少功夫去设计这些提示语。了解。所以不是说一句帮我找餐厅就没事了，背后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。没错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样深入聊下来，从 Gemini AI 怎么跟 Google 地图整合，那个建立基准的概念，到实际应用上，像是更聪明的导航、对话式的操作、主动提醒路况，还有用手机镜头就能认识环境等等。感觉变化蛮大的。对啊，感觉 AI 不再只是被动地回答你的问题，它好像开始能理解真实世界的空间，提供可以查证的资讯，用更自然的方式跟你互动，甚至还能主动预测你的需求。这确实让地图服务往更智慧、更个人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。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未来我们去获取、去理解我们周遭环境资讯的那个方式会很不一样啊。怎么说？你想想看， AI 不只告诉你路怎么走，它还能理解你的喜好、你的需求，甚至预测路况，用一种更接近人跟人沟通的方式来给你建议。这在很多领域，像是旅游啊、外送啊、找房子啊，甚至是比较宏观的城市规划，都可能因为这种技术发展出更多有趣的创新应用。听起来充满可能性诶。是啊。好，
那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最后也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想想看。哦，就是说，当 AI 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擅长帮我们带路，帮我们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，这会不会改变我们自己对于方向感，或是对于探索这件事情的体验呢？这个问题蛮有趣的。我们会不会就越来越依赖这位聪明的数位导游，结果反而失去了那种自己摸索，甚至迷路，然后意外发现惊喜的那种乐趣？有可能哦。但反过来说，会不会 AI 的帮助反而能把我们从那种很繁琐、很花时间的路线规划里面解放出来，让我们可以更专心去体验、去感受、去进行更有深度的探索呢？这两种可能好像都有道理。对呀，这或许没有标准答案啦，但我觉得这绝对是我们在拥抱这些新科技的时候，一个值得持续观察也持续思考的，蛮有意思的议题。